Hello，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今集就係 SD 高達外傳第3篇啊！1992年推出嘅《聖機兵物語》。嗱，呢一篇呢，我都係最近先至識嘅啫，仲要經常呢以為《聖機兵物語》同埋《機甲神傳說》啊係同一個系列啊，因為細個嗰陣呢真係冇乜嘢宣傳。雖然當年係有推出以下呢3款模型，包括BB 戰士系列嘅騎士 GP01、GP03 同埋卓越騎士 F91。咁但係92年嗰陣呢，好似真係唔多見玩具鋪有得賣嘅，唔知道其他朋友當年有冇擁有過啦。至於本片首次出現嘅聖機兵卡里力斯，只係有推出過元祖 SD 同埋雲限嘅 SDS 系列嘅啫，而家基本上係炒到天價，3000蚊以上，所以睇怕我都冇乜嘢機會可以接觸得到啦。至於聖機兵物語係緊接住上一篇圓桌騎士篇嘅。嗱，不過開始介紹之前，每一集我都要再講多次噶啦。以下嘅內容都係單憑我上網嘅資料搜集，又或者睇其他嘅頻道介紹，咁以我本人嘅理解作一個故事嘅分享，當中嘅情節可能係有錯嘅，咁啊希望各位朋友多多包容啦。第一篇復活的聖機兵，故事嘅開端由上一集嘅布禮斯特王國開始。由於佢嘅鄰國達巴王國受到由鐵面具卡羅佐所率領嘅新自活族侵略啊，而佢哋使用嘅武器機兵有住壓倒性嘅力量，於是達巴王國派出使者去到布里斯特王國尋求圓桌騎士嘅力量，希望可以聯合兩個國家嘅力量一齊對抗新自活族。咁但係由於國王二世考慮到自己嘅國家啱啱先至平亂，但係又唔想對鄰國坐視不理，於是就派出卓越騎士 F91 同埋銀騎士維拿基拿去到達巴王國平亂啦。同一時間，本片嘅其中一位女主角貝拉公主去到達巴王國附近嘅路卡西村，尋求西布頓嘅父親機械工雷斯利協助，希望佢幫手復活位於皇家之谷嘅聖機兵卡里力斯。但係新自活族嘅機兵杜茲卡突然出現，一手就將貝拉公主擄走啦。而佢擁有復活機兵咒語嘅耳環，就俾位於附近嘅卓越騎士 F91 拾獲。咁由於呢一個原因啊，啱啱四處尋找貝拉公主嘅騎士 GP01 同埋 GP02 就誤會咗 F91 就係擄走貝拉公主嘅壞人啊。於是兩人即場就打起上嚟。咁當然最後就係身為圓桌騎士嘅 F91 獲勝啦。一眾騎士得到情報，知道貝拉公主被捉到去皇家之谷，大家二話不說，立即衝去救公主啦。喺呢個時候，咒術師貝爾格基羅斯正喺度拷問緊貝拉公主，即係西西里啦，希望得出復活聖機兵嘅方法。但係呢，就被突然穿上明洞裝備嘅西布頓趕嚟英雄救美啊！被激嬲咗嘅貝爾格基洛斯立即變身為大怪獸形態，施展佢嘅火焰魔法向西布頓攻擊啦。好彩卓越騎士 F91 趕到擋下攻擊，並且用佢嘅力量將眼前嘅敵人打敗。正當以為事件解決之際，邪機兵黑暗暴君趕到，機兵嘅力量再一次將眾騎士逼入絕境。當大家都以為西西里會再一次被捉之際，西布頓帶嚟嘅明洞裝備呢，同埋西西里嘅耳環突然發出光芒，而且呢仲更加進入咗聖機兵卡里力斯嘅體內。聖機兵卡里力斯終於正式復活啦。雖然聖機兵有自我意識啊，不過同高達一樣都係需要駕駛員嘅。卓越騎士 F91 率先嘗試駕駛佢。咁由於係首次駕駛機兵啦， F91 發揮唔到卡里力斯嘅能力，最後俾黑暗暴君打敗，F91 受傷昏迷。
眼看黑暗暴君正要攻擊卡利力斯嘅駕駛艙之際，突然間騎士超越之龍唔知點解呢會喺卡利力斯嘅身體裏面衝出嚟，用佢嘅神聖力量將所有敵方機兵擊退啊！雖然危機得以解除，但係卓越騎士 F91昏迷不醒，第一章就咁樣落幕咗啦。嗱，其實聖機兵物語呢係有2集動畫嘅，咁但係可能由於圓桌騎士嘅角色太難畫等等嘅原因啦，當年卓越騎士 F91嘅出場情節係冇嘅。第二章聖機兵對機兵軍團，由於卓越騎士 F91昏迷，銀騎士維拿基拿、GP02都嘗試去駕駛卡利力斯，可惜都係無功而回。點知呢？卡利力斯竟然對騎士 GP01嘅駕駛有所反應，一切看在眼裏嘅 GP02心裏面產生咗妒忌嘅種子啊！眾人返到去達巴王國，女王莉娜為咗表揚將卡利力斯帶返嚟嘅 GP01，將聖鎧送咗俾佢，令到 GP01正式成為聖機兵嘅駕駛員。呢個時候，一位非常有來頭嘅人物出場啦，佢就係傭兵騎士馬爾斯高達。雖然佢係傭兵，但係真實身份其實係圓桌騎士海騎士 F90嘅長子啊！佢察覺得到騎士 GP01未有足夠嘅實力可以操控聖機兵，於是 GP01就走去揾西布頓，希望能夠喺佢嘅協助之下靈活操作卡利力斯。過咗幾個晚上之後，新自護族派出機械忍者拉古魯向達巴王國進行夜襲。GP02立即過嚟機兵倉庫尋找可以駕駛嘅機兵，希望可以比 GP01更快立下戰功，成為達巴王國嘅第一騎士。但係佢呢個妒忌之心就俾截古自護嘅邪惡力量睇上啦，於是就放下魔之盾，引誘 GP02徹底魔化。機械忍者拉古魯為咗消滅達巴王國嘅所有機兵，於是對機兵倉庫進行轟炸。但係佢哋就唔知道 GP01每晚都揸咗卡利力斯外出進行訓練啊！最後佢哋全部都被訓練有成嘅 GP01利用卡利力斯使出絕招打敗晒。女王莉娜眼看時機成熟，於是集結全部嘅兵力，向住有幻獸傑克尼夫傳說嘅巴拉巴平原，準備同新自護族決一死戰啦。嚟到巴拉巴平原，紅色戰士阿盧同達巴王國大軍結盟，而佢所駕駛嘅機兵就係黃金機兵阿爾傑龍。雙方大戰一觸即發，達巴軍因為有卡利力斯同埋黃金機兵阿爾傑龍嘅力量，戰事一開始係處於上風嘅。咁但係新自護族嘅指揮官扎比同埋軍師古華多羅就完全唔驚。就喺呢個時候，大部分嘅吉姆所駕駛嘅機兵突然全部跌低。原來新自護族將催眠用嘅氣體放入自軍嘅機兵身體裏面，所以當達巴軍每擊敗一部機兵，就會令空氣沖刷住催眠嘅瓦斯。由於卡里力斯同埋黃金機兵嘅默契度高啊，令到 GP01同埋紅色戰士阿盧冇乜嘢影響。而埋伏喺平原嘅隱邪機兵拉古魯佩利同埋魔機兵沙馬尼度終於現身。由於戰況不利啦，黃金機兵就着令 GP01撤退嘅。但係雙拳難敵四手，黃金機兵被破壞。
眼看被卑鄙行徑而消滅嘅黃金機兵騎士 GP01嘅憤怒，令到卡莉力斯再一次進化。隱邪機兵拉古魯佩利率先被卡莉力斯輕易打敗，但係面對可以操縱天上雷電嘅魔機兵沙馬尼道 ，GP01 完全冇方法可以應付。正當騎士 GP01 同埋卡莉力斯要被打敗之際，喺達巴王國飛嚟嘅石板同巴拉巴平原嘅兩塊石板合二為一，幻獸傑克尼夫出現，並且希望兩軍快啲利用石板文字上嘅力量終結無謂嘅戰爭。我估應該係唔好嘈住佢瞓覺啊！最快讀出文字嘅就係紅色戰士阿魯，原來佢喺黃金機兵爆炸嗰一刻走甩咗。石板回應得出嚟嘅力量就係白金之盾。最後卡莉力斯終於打敗咗沙馬尼道，但係呢一刻喺遠方嘅達巴王國就受到新自活族嘅突襲啦。第3章另一台聖機兵，以下2章可以話比較亂嘅。其實聖機兵物語係有漫畫同埋2集動畫，但係2個版本嘅出場人物同時間都各有唔同嘅。所以有啲地方會以我嘅理解嚟做分享嘅。騎士 GP01 同埋其他兵士都一知道達巴王國被突襲，立即回國救援啦。可惜都係嚟遲一步，達巴王國陷落啦。騎士 GP01 只好帶同幸存嘅人暫時離開，重整軍勢。喺途中遇上嚟自第一篇出場嘅騎士阿寶啊！騎士阿寶將全能鎧甲送咗俾 GP01，令到 GP01 成為咗全能騎士。其實呢件鎧甲係由騎士白色嘅金色鎧甲重新打造嘅，而呢件金色鎧甲正正就係超越之龍被分離時嘅其中一部分。喺 GP01 同埋阿寶相遇嘅晚上，二人突然收到超越之龍嘅心靈啟示，告知二人新自活族正喺蓋亞洞穴嗰度發掘另一部聖機兵雷里力斯。咁眾人聽到之後，即刻趕去蓋亞洞穴啦。嚟到蓋亞洞穴，佢哋遇上守護雷里力斯嘅機械兵士根 Q 拿，並且透露雷里力斯將會打敗騎士 GP01 嘅卡莉力斯，咁從而成為真聖機兵。呢個時候，同行嘅真正太空坦克同大家講述，傳說中嘅聖機兵係有2部嘅，咁佢哋各自由聖神同埋邪神嚟創造。卡莉力斯係用嚟守護地上嘅和平，而另一部雷里力斯就係用嚟破壞世界嘅。呢個時候，新自活族終於都俾佢哋搶先發現咗雷里力斯啦。一大群機械兵士跟 Q 拿趕過去守護雷里力斯，但係就俾邪騎士龍飛所駕駛嘅新黑暗暴君盡數殲滅。GP01 亦都非常快趕過嚟阻止佢哋喚醒聖機兵。不過換咗新自活族做老細嘅傭兵騎士馬爾斯高達，就連同投石岩機兵一齊向住 GP01 攻擊。由於冇帶卡莉力斯過嚟，GP01、阿寶同埋一眾同伴處於劣勢。正當要被岩石擊殺之際，突然之間，卡莉力斯自己喺遠處走過嚟保護 GP01。原來赤熱騎士喺之前嘅昏迷中甦醒，並且以新裝甲嘅姿態成為咗幻影騎士 F91，而且圓桌騎士嘅劍士 F90、重戰士 F90 同埋法術士 F90都一齊到嚟助戰。眼見卡莉力斯嚟咗，邪騎士龍飛急於喚醒雷里力斯。雷里力斯終於醒啦，咁但係佢立刻就將眼前嘅邪機兵黑暗暴君消滅咗。原來雷里力斯係有自我意識嘅，所以唔使駕駛員都可以行動。咁而呢一刻就係要將眼前嘅卡莉力斯打敗，從而成為真聖機兵。同一時間，傭兵騎士馬爾斯高達眼見新自活族失勢，正計劃要走佬，咁但係就被3位 F90騎士阻止佢嘅離開。
雙方對戰當中，3位 F90感覺得到馬爾斯高達同佢哋嘅招式好相似啊！正當佢哋迷惑之際，兩部聖機兵打得轟烈，馬爾斯趁亂逃走，卡里力斯亦都不敵雷里力斯啊！成部機被打入萬丈深淵。不過喺深淵裏面，超越之龍再一次出現，並且鼓勵 GP01。於是 GP01 再一次提升佢嘅精神力量，令到卡里力斯再一次進化成為飛翔形態，喺深淵嗰度飛返上嚟，再同雷里力斯進行對戰啦。最後卡里力斯將光速劍插入雷里力斯嘅頭部而獲得勝利嘅。雷里力斯應聲破碎，但係佢嘅身體裏面突然間釋出一個光球，並且衝向卡里力斯。卡里力斯同埋騎士 GP01 就喺呢個突如其來嘅情況之下，喺光芒中消失啦。本篇嘅最後一章，真聖機兵誕生。喺呢一戰之後，失去咗卡里力斯嘅聯合軍喺各地都俾新自活族打到唞唔到氣啊！其中一邊嘅達巴王國軍、白銀機兵維加斯夏同埋黃金機兵超級阿爾極龍陷於苦戰。好彩 GP 系列嘅另一位騎士 GP03 終於揾到裝甲馬車歐奇斯港道。嗱，喺呢度要讚一讚設計師嘅，兩隻馬設計得好巧妙嘅，一睇就知道係 GP03D。佢嘅港道化解咗今次嘅危機。不過聯合軍知道長此落去都只係會消耗自軍嘅全部兵力。女王莉娜決定要向新自活族進行特攻，消滅佢哋嘅機兵工廠。同一時間援軍趕嚟，就係圓桌騎士之一嘅重甲騎士高達 F90。於是阿寶嘅拉古羅亞軍同埋重甲騎士 F90 小隊就分成兩組去進行特攻任務啦。但係 F90 小隊喺森林嘅旅途中遇到失蹤咗2張嘅 GP02，冷不提防眾人唔知道 GP02 已經係俾魔之盾控制咗噶啦。所以就俾魔之盾將 F90 小隊送咗入去巴基亞界，而等待住佢哋嘅就係魔道士薩米路，同埋被識破咗身份嘅傭兵騎士馬爾斯高達。佢嘅真正身份就係重甲騎士嘅長子 F902啊！咁因為同爸爸重甲騎士高達 F90 不和，喺7年前布里斯特王國陷落嗰陣呢，就離家出走。而另一邊，阿寶嘅拉古羅亞小隊亦都俾魔之盾嘅力量而跌入巴基亞界。咁當然一切嘅流落角色冇可能阻止咗成長咗嘅騎士阿寶啦。不過佢哋面對嘅最大強敵就係駕駛住合成機兵嘅 GP02啦。同一時間贏出咗真聖機兵之戰嘅騎士 GP01同埋卡里力斯，因為吸收咗雷里力斯釋放嘅力量而被困喺異空間。騎士 GP01喺之前嘅戰鬥用咗自己嘅精神力量，所以冇辦法令卡里力斯進化成真聖機兵。有見及此，超越之龍決定同 GP01 合體，成為咗萬能騎士超越之龍。卡里力斯得以進化為真聖機兵。GP01 光速咁樣嚟到巴基亞界，擊敗咗阿寶眼前嘅合成機兵。另一方面 ，F90 小隊面對嘅魔道士薩米路變身成重怪物克勞德捷路，佢嘅能力就係用身體上嘅黏液咧，將所有東西溶解啊！嗱，喺呢度咧要介紹一位上一章就出場嘅人物，跟住騎士阿寶由拉古羅亞王國嚟到嘅粗獸士伊迪高達。
因為另一邊卡里力斯嘅嚟到，將佢震飛去到 F90小隊前面。佢嘅能力就係用手呢一掂啲魔物，就能夠令到魔物成為自己朋友啊！所以怪物克勞德捷路俾佢一掂到呢，就成為咗朋友啦，唔再對 F90小隊攻擊，真係非常不可思議嘅能力。最後阿布小隊帶同卡里力斯同埋 F90小隊會合，一齊向新自活族嘅基地進發。呢個時候，新自活族嘅統帥鐵面具竟然將自己同埋粉碎咗嘅雷里力斯合成一體，變成咗邪神機兵雷里卡羅佐。所有敵方機兵聽到佢嘅呼喚，都全體出嚟應戰。而另一邊頭先逃走嘅 GP02 駕駛住合成機兵呢出嚟阻住晒，但係就俾 F902 駕駛嘅機兵指甲剪。一齊推入次元斷層而消失，騎士 F90 一家始終都係冇辦法重聚。邪神機兵雷里卡羅佐為咗增強力量，不斷將自軍嘅機兵吸入身體裏面，令到自己越變越大啊！騎士 GP01 呢一刻已經有咗同真聖機兵卡里力斯一齊犧牲嘅覺悟，但係超越之龍覺得騎士 GP01 仍然係有未完成之事嘅。於是就同佢分離，獨自駕駛卡里力斯衝向雷里卡羅佐。最後超越之龍、卡里力斯同埋雷里卡羅佐一齊消失於天際，為呢一篇聖機兵物語落下結幕啦。今集嘅內容，網上嘅資訊其實唔多嘅，有部分內容同埋人物我係唔能夠理解嘅，所以係冇交代。今集我只係希望簡單分享聖機兵物語嘅劇情，好讓大家知道乜嘢係聖機兵。嗱，其實有一段故事結束後嘅情節，我係唔太肯定嘅，就係當超越之龍同騎士 GP01 分開之後，由於 GP01 嗰套萬能鎧甲啊，本身係超越之龍被分離嗰陣嘅一部分。咁當佢同 GP01 分開之後，超越之龍係回收翻嗰套鎧甲，咁啊得以進化成為咗超越之龍 EX 嘅，即係呢一個形態。嗱，唔知道大家有冇收睇我製作嘅第一篇截古自護篇呢？仲記唔記得阿魯加斯騎士團嘅4位高達啊？嗱，嗰一戰呢，4位騎士係陣亡嘅，而佢哋嘅靈魂就係留喺呢個巴基亞界嘅。聖機兵物語嘅結尾就係當超越之龍駕駛住卡里力斯將雷里卡羅佐送去另一處地方之際，佢感應得到第一篇嘅大 boss 截古自護即將復活啦，所以留喺巴基亞界4位高達嘅靈魂就同超越之龍 EX 融合，化為鎧甲，令超越之龍再有一個 EXAS 形態嘅。嗱，圖中呢張相就係官方發表嘅 SDS 超越之龍 EXAS 形態嘅一啲論述啊。嗱，我估應該係去到機甲神傳說嘅尾段，同截古自護作最後一戰，超越之龍 EX 提升力量 EXAS 形態先至出現嘅。今集嘅內容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我嘅 SD 高達外傳篇章嘅故事介紹，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最重要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好，下集再見。